李显龙直接点名美国，警告新加坡可能被拖入经济衰退。这可是一向以稳定为金字招牌的新加坡第一次如此直白地把焦虑摆上台面，背后藏的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困境，更是每一个在新加坡生活工作的人的切身利益。先给大家划重点，2026年1月，李显龙以国务资政的身份公开表态，美国近年来的单边贸易政策正在把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往深渊里带，而新加坡这种对外依存度极高的国家几乎无从幸免，很可能被拖下水。他甚至毫不避讳地说，美国的美国优先就是你输我赢的零和逻辑，根本不管盟友的死活。可能有人会说，国际政治离我们太远了，李显龙骂美国跟我们拿EP准证、涨工资、买房子有啥关系？我告诉你，关系大了去了。新加坡77%的企业都是微型企业，经济一旦被冲击，最先受影响的就是普通打工人和小老板们。今天这条视频，阿林就从3个维度跟大家聊透新加坡的两难困境到底是什么，经济下行会直接影响我们哪些生活，以及这场风波能给我们普通人什么生存启示。首先咱们得明白，李显龙的愤怒不是简单的站队，而是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无奈求生。新加坡靠什么起家？靠的是开放加中立，一边抱紧美国的安全大腿，毕竟美国在樟宜基地驻军，保障马六甲海峡的安全，新加坡根本没有拒绝的筹码；一边又离不开中国市场，中国是新加坡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一旦全球贸易链条断裂，新加坡作为转口港，港口吞吐量、物流、制造业都会首当其冲。现在的问题是，中美博弈加剧，美国的单边贸易政策四处树敌，连盟友都不放过。更让人无奈的是，美国对日韩网开一面，对新加坡却一毛不拔。这种外交上的孤立感，让新加坡的中立牌越来越难打。李显龙这次跳出来发声，其实是替整个新加坡喊话：你们大国玩博弈，别把我们这些小国的生存空间给挤没了。这不是强硬，而是被逼到墙角的自保。聊完国家层面，最关键的来了，经济下行，我们普通人的日子会受什么影响？第一个直接冲击的就是工作和准证。大家都知道，2026年新加坡 EP 准证的月薪门槛已经涨到了5600新元，部分行业更是高达6200新元。为什么涨？本质上就是经济不景气，政府要筛选更优质的人才，同时保护本地就业市场。而且现在新加坡的企业转型特别难，政府大力推 AI 培训、模块化微证书，但参与率还不到30%。很多中小企业员工吐槽，学了等于没学，因为课程不接地气，转型成本又太高。如果经济真的陷入衰退，企业裁员、薪资冻结、招聘收缩都会成为常态。不管你是EP持有者还是本地白领，都得面临更大的职场压力。除了工作，房价和消费也逃不掉。新加坡的房价一直靠经济基本面支撑，一旦外资撤离、企业倒闭，房价大概率会进入调整期。对于刚需购房者来说，既是机会也是风险。而消费方面，进口成本上涨会导致物价攀升，大家的钱包只会更紧。这不是危言耸听。数据显示，2025年新加坡经济增长已经放缓到 2.1%，2026年的增长预期更是被下调到 0% 到 2%。贸易摩擦已经让新加坡亏掉了 0.8% 的 GDP。看到这儿，可能有人会焦虑，那在新加坡还能好好生活吗？其实李显龙的警告反而给我们普通人提了个醒，新加坡的稳定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小国的生存逻辑和我们普通人的生存逻辑本质上是一样的，抗风险能力才是核心竞争力。新加坡现在的应对策略其实值得我们每个人借鉴。一方面，主动求变，加快和东盟、欧盟签署双边协议，多元化市场，避免过度依赖单一经济体。另一方面，强化内部韧性，激活劳资政三方合作机制，帮企业和员工共度难关。对应到我们个人，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管是职业发展还是资产配置，都要学会多元化布局，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比如主动学习实用技能，而不是盲目跟风考证。最后，阿林想跟大家说一句，稳定是新加坡的招牌，但2026年他第一次把焦虑摆上台面，不是怕输，是怕被别人的输赢拖死。这句话其实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没有永远安稳的避风港，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抗风险能力，才能在风浪中站稳脚跟。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你们觉得新加坡能顶住这次的经济压力吗？美国的单边政策对你在新加坡的生活有影响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也可以点赞收藏这条视频，转发给你在新加坡的朋友一起聊聊。我们下期见。